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在批准创纪录防卫预算后，日本政府又被爆出为加强对太空的监视，已经开始研究在新一代通信卫星上增加监视功能。从明年开始，日本将着手开发搭载于卫星上的小型监视设备。此举反映日本背后何种野心，还有哪些新动向值得警惕？ 据日本读卖新闻24号报道，日本自卫队根据运行3颗通信卫星的体制，认为至少需要3颗卫星来负责进行太空监视。按照计划，日本将于2026年度发射首颗专门用于太空监视的天域感知卫星，但费用不菲，发射1颗将花费1000亿日元，约合50亿元人民币。所以，另外2颗发射事宜尚未确定。因此，日本政府将力争在通信卫星上增加监视功能，让其部分替代 SDA 卫星。日本自卫队目前正在运行中的2颗通信卫星使用年限将在2030年至2031年届满。日方计划在后续轮换的卫星上安装监视传感器及防止电波干扰的装置。 日媒披露，由于要搭载在卫星上，因此需要将监视设备做得较小。日本防卫省已在2024年度最初预算案中列入了2亿日元相关费用，计划利用3年时间进行开发，对发射 SDA 卫星和开发小型监视设备，并搭载于通信卫星上这2个选项进行成本比较，谨慎加以推进。 日本军用通信卫星部署在距地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上，在同一轨道上还有用于监视他国导弹发射等情况的美军预警卫星。因此，日本打算与美国军方紧密合作，利用对方的预警卫星，加强日本自身的太空监视能力。 日本一直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把卫星系统应用于军事目的，也要用于对其他周边国家的监视。同时，日本现在鼓励源头打击。 如果要做到源头打击，必须要对目标有比较详尽的认知，所以日本发展天基卫星监测体系也就势在必行。这本身就是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来打造集体防御机制，这本身已经超过了日本自身国土防卫的需要。 日本政府22号通过2024财政年度政府预算草案，其中防卫预算将近8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增加16.5%，数额创历史新高，且连续12年增加。 It's not just defensive capabilities that Japan is looking to expand, it's also offensive capabilities in this movement away from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观察指出，从以往防卫预算安排以及日本自卫队装备发展趋势，在2024年度，自卫队将重点发展反导、对敌基地反击能力、下一代战机以及电子战等装备。 For fiscal year 2024, budget has been set aside main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off weapons, including long-range missiles that can attack enemy bases, as well as hypersonic guided missiles and precision-guided missiles. 深圳卫视注意到，明年日本计划的防卫预算支出包括约1.2万亿日元，用于升级导弹防御系统，包括2艘万吨级配备美制宙斯盾系统的新型驱逐舰，升级03式防空系统以及高超声速武器防御技术等，进一步强化反导能力。日本增加军事预算，必然会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宙斯盾战舰、战斧巡航导弹及 F-35战机等一系列先进的武器装备。另外一方面， 日本自身也有增加军事预算的实际需求，在美国的渲染之下，日美共同炒作俄罗斯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甚至朝鲜威胁论，同时也给日本增加军事预算提供了所谓充分的借口。外界注意到，相较上一财年，日本新财年的防卫预算数透露出了几个值得警惕的动向。首先，日本将提前部署国产远程巡航导弹12式改进型导弹，该导弹的采购费用为961亿日元，原计划在2026年入列，这次要求提前1年至2025年。此外，日本原打算在2026年从美国手中采购400枚最新型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决定提前1年，从2025年开始采购最多200枚 Block 4型战斧。 分析认为，日本提前部署和交付的动作，反映其防卫政策由守转攻，急于增强进攻性战力。第二个值得警惕的动向是，日本计划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这是一个类似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机构，未来将重点着力于太空攻防、网络战、电子战、高超声速武器、无人作战、电磁炮等领域，提升军事技术能力。第三个值得警惕之处是，日本自卫队将成立常设机构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3个自卫队的行动。自卫队现行的领导指挥机构是统合幕僚监部，幕僚长作为自卫队的最高军事长官，其主要职责是充当防卫大臣的高级军事顾问，体现文官统领的原则。
日媒指出，接下来成立的统合司令部极有可能由一位武官来担任司令，统一在军事层面指挥自卫队，获得更大的指挥权和决策权，提升自卫队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日本防卫费连续12年大涨，一步步掏空和平宪法的内涵。更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忧的是，日本政府22号首次放松武器出口管制，此举将使日本能够向美国出售日本产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也将是2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共同社援引一名执政党高级官员的消息披露，这次武器出口计划是应美国方面要求制定的。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向深圳卫视表示，一直以来日本都希望把武器对外出口，但受制于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限制，而日本的军工潜能非常大。当前日本可以向美国反销武器装备，未来也将会向更多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日本实施的是小步快跑，分阶段实现对外出口军事装备的策略。一方面的话，向美国出口美国授权的武器装备，这是日本的一步棋。通过此举，可以有效地降低美国军火商开发，比如爱国者导弹、标准3导弹的高额费用。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在和北约一些国家进行军事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军事装备的合作，其目的还是要把军事技术、军事产品对外实现出口，来让日本能够堂而皇之地摆脱美国的限制，成为世界军火生产大国。由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针对近期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将2024财年的防卫预算增加到了创纪录的7.9万亿日元，以及不断放宽的武器出口限制的行为，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家。作为新版防卫预算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正考虑给军用通信卫星加配监视功能，打算本世纪30年代开始部署。那您觉得此举和日本寻求获得先发制人攻击能力间是否存在联系呢？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是有这样的考虑，打算在以后这个大概2031年、32年发射的这个军用通信卫星上面去搭载这个用于监视外空的这种载荷。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其实不是，就是说和这个地面没有关系，主要是用于强化它的外空作战能力。一个是掌握对方国家的这个卫星的位置，还有一个是掌握这个自己国家的这个看自己国家这个卫星有没有被别的国家的这种卫星攻击的可能性。所以说它实际上是在外空领域用于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载荷。和我们传统的说的是对地攻击什么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是有潜在的这种外空攻击对方卫星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们打的这个旗号可能是比如说扫除太空垃圾等等。因此未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如果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希望拥有在太空硬杀伤敌方卫星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刚刚所说的这个通信卫星所搭载的这个用于监控太空的这个载荷，实际上就是起到了一个侦察性的这个作用。